位在地球外层的地方有许多人造的产物。当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，手机连上定位系统，我们称为 GPS。 这个定位系统可以协助你导航或者是定位的功能，而这个 GPS 的讯号就是围绕在我们地球外层的卫星所提供的。所以在我们的头上有许多卫星正运行在我们的大气层上，还有新一代的星链，未来可以提供在偏远的地方的居民有网络，这也是运行在我们的地球的外层。其中有一个最有名的人造物，我们称为宇宙之眼。我们透过它看到我们的宇宙，这个宇宙之眼我们称为哈勃望远镜。从1990年以来，哈勃望远镜一直运行在距离地表600公里高的大气层中，带给我们难以想象的宇宙的世界。虽然它原本的设计是来当科学用途的，不过后来科学家发现，哈勃望远镜所拍出来的相片让许多人对于天文更有兴趣，这也是一刚开始大家想不到的。不过这一年以来，哈勃望远镜一直呈现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。到目前为止，哈勃望远镜今年已经进入第3次的安全模式了。其实哈勃望远镜最原始的设计只有预计要运行15年左右的时间，不过没想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以上了。科学家希望哈勃望远镜可以运行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。不过除了哈勃望远镜之外，最近也有一个次世代的太空望远镜准备上太空。这个次世代的太空望远镜就称为詹姆士韦伯太空望远镜。在许多的新闻媒体上，大家都把詹姆士韦伯太空望远镜当成下一代的哈勃望远镜。不过这两种望远镜主要的工作内容却不相同。詹姆士韦伯太空望远镜主要的配备是红外线的望远镜，所以它主要任务是观察宇宙学的理论。宇宙学有一个大爆炸的理论，大爆炸后会有残余的红外线，而詹姆士韦伯望远镜就是找这个红外线的证据，所以它的配备是敏感度很高的红外线传感器，还有光谱仪等仪器。而这和哈勃望远镜的原本的设计就很不一样，所以詹姆士韦伯望远镜其实并不是下一代的哈勃望远镜。而且在距离上，哈勃望远镜比较接近地球的表面，哈勃望远镜实际运行的轨道大概距地表600公里高左右的高空。而这一次要发射的詹姆士韦伯太空望远镜，预计要送上去的位置比哈勃望远镜就远上许多，它将要发射到距离地球150万公里远的地方。而这个距离的地方，重力相对而言比较稳定，并且也比较不会受到地球的干扰。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你要知道，当初在送哈勃望远镜上太空的时候，它可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当时的哈勃望远镜其实是一个大件事，经过了几次的太空任务的维修才把它修好，而且在这几次的维修中，总共换下了几吨的配备。如果你对这件事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点入右上方的连结前往观看。但是因为哈勃望远镜是位于高度大概600公里高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还可以派太空人前往维修，但是詹姆士韦伯望远镜所需要放置的位置太高了，如果有一天这个望远镜出了问题的话，就无法以人为方式维修，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了。詹姆士韦伯望远镜最早的计划在1996年就开始了，当初 NASA 开始了一个新世代太空望远镜的计划。这个计划希望将詹姆士韦伯太空望远镜打造成哈勃望远镜的接班人。没想到原本计划在2011年发射的太空望远镜，因为预算跟技术的问题，一直一延再延，从2011年一直延伸到2021年，终于预计在今年2021年的年底12月18号时，由欧洲太空总署的亚利安娜5号火箭送上太空。所以到12月18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新一代的太空望远镜是不是可以顺利进行了。
好了，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这2个太空望远镜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们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们。我们下一次再对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进行详细的介绍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喽。